完蛋！这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士最后一次向上甘岭发起进攻的场景。看着眼前恐怖如斯的一幕，一名南韩士兵急忙跑过去向长官报告，并请求长官下令撤退。长官也快被志愿军给吓尿了，立马向总部汇报了情况。可总部的回应却只有俩字：死守。士兵本就对这个新上任的长官不满，再说谁不想活命呢？就像长官描述了一下志愿军的可怕之处。 중공군하고 싸워보셨어요? 걔들 하마 공작이 어떤 건지 팽덕해가 어떤 놈인지 우리가 가진 총알보다 그 새끼들 숫자가 더 많다는 거 아세요? 奈何前一秒还瑟瑟发抖的长官，当权威受到威胁时，竟直接掏出枪对准了这名士兵。可忽然一旁的副长官看不下去了，竟一枪崩了这个长官，然后就带领士兵们开始撤退。一路上被志愿军追着吊打，牺牲了不知多少名战士后，副长官决定自己留下来殿后。虽然副长官最后也成功逃掉了，但却被北朝鲜的一名狙击手给盯上了，不得已和对方对上了狙，可最终还是技不如人，被当场击毙了。 老姜背着副长官的尸体回到了阵地，看着为了掩护他们撤退而牺牲的副长官，战士们悲伤不已。讽刺的是，等他们送走了牺牲战友的尸体后，上级却传来了停战的指令。原来，因为志愿军这次的亮剑，美国佬终于同意了签署停战协议。随着中美朝三方领导人的签字，这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役终于结束了。就在活下来的人为此庆幸的时候，上级又带来了一条噩耗：停战协议将在当晚的凌晨生效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还有12个小时去攻占上甘岭。为了区区4平方公里的领土，战士们 不得不再次奔赴战场。此时的上甘岭上，北朝鲜的士兵们也濒临崩溃。交战的双方都不知道为何而战，战士们也更不想在这最后的时刻丢掉性命。忽然天降大雾，战士们还以为上天也想阻止这场战役的发生，可最终上天却没有眷顾他们。随着大雾的散去，美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过，山头瞬间就被炸成了废墟。但躲在战壕里的北朝鲜士兵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伤亡。随着轰炸结束，南韩的士兵一拥而上的发起了冲锋，北朝鲜的战士们也跳出了战壕，双方展开了近距离的刀刃战。原本属于一个国家的战士们，在相互的厮杀中相继身亡。忽然，美军的轰炸机再次来袭，为了这片战时有利地形，美国佬丝毫不顾及此时山头上是哪一方的战士，对上甘岭再次进行了疯狂的轰炸。山头再次被炸得千疮百孔，尸体更是堆满了整个山坡。侥幸活下来的人还在拼命的厮杀。那个曾试图让长官撤退的士兵断了一只胳膊，仍然在浴血奋战。可突如其来的一发炮弹又让他失去了一条腿。失去知觉之前，他看到了北朝鲜的一名军官凭借着最后的毅力，缓缓举起手枪。军官见状，无奈开了枪。另一边，侥幸活下来的老姜恰巧碰到了那个打死副长官的狙击手，没想到还是个女人。老姜被其打中了腿，毫无办法的等待着致命的一枪。关键时候，女人的狙击枪卡壳了，女人拿着一把匕首就冲向了他。贴身肉搏当然是老姜更占优势。老姜最终凭借力气控制住了女人，在即将崩溃的情绪中，将匕首刺进了女人的心脏。 最后，老姜来到了曾经的战壕里，看着正在喝酒的敌方长官，他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对方反而把手中的酒分给了他。然后两人各自点上一支烟，虽然都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们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。最后还是老姜先开了口，他问军官他们之间的战斗理由是什么。军官无奈的笑了笑，说一开始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，但打着打着他也不知道了。这时，无线电里传来了声音。 听着这迟来的停战协议，两人都发出了极具讽刺的笑声。受伤严重的朝鲜军官在笑声中慢慢闭上了双眼。这样，整场战斗唯一活着的人就只剩老姜了。他看着漫山遍野的尸体，除了崩溃还是崩溃。为了这区区一个山头，牺牲这么多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想必这阴霾的一天将会是老姜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。